啊，醫館好啊，做回你的老本行，誰都有個病痛，醫館確實是個能掙錢的行業呢。不過話說回來，你們家那位王爺真的願意讓你這樣一個女子在外面拋頭露面的經營醫館嗎？當然啦，他可不是那種思想陳舊、頑固不化的人哦。那就太好了。說實話，我最討厭古代那套所謂的三從四德了。依我看呢，這三從四德應該改一改，變成夫人出門要跟從，夫人說話要聽從，夫人說錯話也要盲目隨從。只有這樣的夫君才能算得上是絕佳人選吧。一旁的菊兒聽了這話，簡直驚得目瞪口呆。他萬萬沒想到自家主子竟然如此大膽敢言。我跟着的這位到底是怎樣的主子啊？怎麼竟說些大逆不道的話呢？最好是法律能改成一夫一妻制。你这主意倒是不錯。他為什麼不能把律法改了呢？但是改律法這事兒吧，有點難，得先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皇後，她才有話語權。小丫心中暗自思忖着，啊，一夫一妻制，這兩位主子可真夠大膽的啊！一個敢提，另一個竟然也敢應允，簡直就是異想天開嘛！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實現呢？且不說陛下絕對不會同意這樣的提議，恐怕天底下所有的男子都會堅決反對吧。小丫，你快去告知王爺一聲，我與許婕妤要出宮一趟。菊兒，你也趕緊去跟皇上稟報一下，告訴他今天本宮想要出宮，順便問問他到底是打算給本宮開具放行條呢，還是直接給本宮發放通行牌呢？話音剛落，兩人便同時揮手示意，小丫和菊兒隨即領命離去。此刻偌大的御花園裡便只剩下了柳如媚和徐雅涵两個人。靜嬪身着華麗宮裝，搖曳生姿地走在前面，身後跟着6個宮女，氣場十足。她停下腳步，眼神輕蔑，陰陽怪氣地說道：喲，這不是新進宮的許婕妤嗎？見到本宮竟然還不下跪行禮，真的是沒完沒了了。剛剛才揍了一個嬪妃，這會兒又一個來找事的。可眼前這個女人究竟是誰呢？腦子有病就趕緊去找她醫醫治。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賤人，竟敢辱罵本宮，簡直是活膩歪了。哼，罵就罵了，你自己非要來找罵，怪誰呢？一個小小的婕妤，竟然敢對本宮如此出言不遜，真是無法無天。來人，給本宮狠狠地掌他的嘴。隨着靜嬪的話音落下，他身後的一名宮女立刻走上前來，準備執行命令。然而徐雅涵卻絲毫沒有退縮之意，只見他猛地抬起腳，用力一踹，那名宮女便如同斷了線的風箏一般飛了出去。想掌本宮的嘴，哼，沒那麼容易。好啊，你個小賤人，真是越來越放肆了。辱罵本宮不說，還敢動手打人？打狗還要看主人啊！你這從怡紅院出來的，果然如傳聞那般，就是個市井小民，毫無規矩可言。本宮今日若是不好好教訓你一番，日後豈不是要騎到本宮頭上來了？哼，你都說我毫無規矩可言，那我還要跟你講道理嗎？教訓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是個什麼貨色，那張臉畫得跟調色盤一樣，我要是個男人，看你一眼都辣眼睛。實際上靜嬪容貌姣好，甚至可以說是美豔動人，但徐雅涵卻故意如此貶低她，顯然是想讓靜嬪心裡不好受。所謂殺人誅心，靜嬪氣得牙關緊咬。你什麼你？我要是你就剃了頭當姑子去。哼，
就凭你也敢跟我斗？而一旁的柳如妹则靜靜地看着这一切。你给本宫等着，本宫要告你状！哼！然后便领着一群宫女拂袖而去。面对静嫔气勢汹汹的威胁，徐雅涵竟然表現得云淡風輕，滿不在乎，甚至還有閒暇与身旁的柳如妹打趣起来。你瞧他那副模樣，活脱脱一个找家長告狀的小學生嘛。可不是嘛，簡直太像了。只可惜他此番前去尋找皇上和太后撐腰，你難道就一點都不擔心會遭受責罰嗎？這裡可是封建時期的皇宮大內啊。有何可怕的？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如此看來，我倒是無需擔憂你在宮中會被人欺凌了。以你的性子，不去招惹旁人就算好的嘍。以你的性子，不去招惹旁人就算好的嘍。知我者莫若如妹也。那狗皇帝蠻横無理，硬要逼我入宮，我定要搅得他後宮鸡犬不寧才罷休。靜嫔滿臉淚痕，泣不成聲地向永壽宮飛奔而去。剛到宮殿門口，便撲通一聲跪倒在地，聲淚俱下地哭喊道：太后娘娘，您老人家可要為妾身做主啊！此時太后正在與兩個兒子談笑風生，心情愉悅至極。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哭聲，臉色瞬間變得陰沉下來。好端端的哭哭啼啼成何體統？太后啊，你可得為妾身做主啊！那許婕妤實在是太過分了，她不但動手打了妾身的宮女，還對妾身惡語相向，冷嘲熱諷呢，冷嘲熱諷呢。怎麼又是許婕妤？這個許婕妤可真是不安分守己，一天不鬧事就渾身難受似的。她這才剛剛入宮2天而已，竟然已經有2位妃嬪跑到哀家這裡來哭訴了。許婕妤到底做了些什麼？皇上啊，許婕妤她辱罵妾身呢。不就是責罵了你幾句而已嗎？這麼一丁大點的事兒，居然也好意思鬧到太後所居住的永壽宮裡去。朕看你們這群人，分明就是存心想打擾太后清靜，不讓太后好生休息罷了。皇上，請你明鑑，妾身絕對沒有這種想法呀。日後此等微末瑣事，萬不可再勞動太後煩心。遵命，陛下。可那許婕妤不過區區一介婕妤罷了，竟敢口出狂言辱罵臣妾，實乃大不敬，以下犯上之舉，請陛下務必從重罰處，否則日後這宮中眾人又當如何謹遵宮規戒律呢？那麼母後覺得應當怎樣責罰許婕妤才合適呢？就罰她誊抄女誡吧。太後深知自己兒子的心思，曉得他並不想對許婕妤施以重刑，但若不略施薄懲，則恐難以服眾。如此甚好，母後聖明。哼，許婕妤那性子確實需要好好磨練一下。劉嬤嬤，你立刻去傳達哀家的旨意，命許婕妤今天務必將女誡抄寫完畢。命許婕妤今天務必將女誡抄寫完畢，哀家會親自檢查。是，太后娘娘。等等，不必去了。這會兒許婕妤和柳姑娘已經出宮去了。那你還叫我如何罰許婕妤呢？人都已經出宮了，難不成要叫空氣去抄寫嗎？一時間太后有些哭笑不得，但又不好直接責怪皇帝。靜嫔臉上露出不滿的神情，難道許婕妤犯下如此大錯，就能這樣輕鬆地逃脫責任了嗎？太後，這懲罰是否過於輕率了些啊？究竟你是太後，還是太后才是太後？既然你對太後的決定有所疑慮，
那麼不如將這太后之位讓於你來擔任，如何？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妾身絕無此意。哼，既无此心，便休要再对太后的决策提出异議。現在，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寢宮去了。朕與母後還有要事相商。臣妾告退。靜嬋氣冲冲地回到寢宮，一進門便猛地摔上門，發出砰的一聲巨響。許婕妤，你這個不要臉的狐狸精，竟敢跟本宮爭寵，簡直不把本宮放在眼裡啊！今天這筆賬，本宮一定會跟你算清楚的，走着瞧吧。本宮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你。許東家，您怎麼來了？我今日前來，只是看看昔日熟悉的地方，別無他意。許東家，奴家先前還擔憂您入宮後便不再歸來呢。許東家，奴家先前還擔憂您入宮後便不再歸來呢。豈會如此？此地有諸位相伴，我又怎捨得棄之不顧？往後我定會時常返回探望大家。不過你們也切不可懈怠度日，需勤加練習我所傳授之化妝技藝。待到時機成熟，我們便不必再依仗皮肉營生之道，可以另尋他法謀求生計。聽聞此言，蘭姨驚愕不已。許東家，您莫非打算讓這些姑娘們全都脫離風塵之地？若果真如此，那咱這怡紅院豈不是無法繼續營業了？即便他們從良，怡紅院依然能夠照常運營下去，只不過需要轉換一下營生模式罷了。以色侍人並非長久之計，歲月流轉間，容顏易逝。然而，如果你們掌握了一技之長，將來無論是自立門戶、開設分店，亦或是其他出路，都能游刃有餘。許東家所言當真？你果真願意助我們脫離這煙花之地，甚至還能讓我們成為東家？自然如此。我向來說一不二，絕無虛言。只要你們肯奮發圖強，我定當全力相助，讓你們每個人都能主宰自己的命運，過上體面安穩的生活。其實徐雅涵心中一直懷揣着一個宏偉藍圖，將她的美容院開設到每一個角落。然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擁有一批得力的門店管理者。多謝許東家，奴家們定會加倍努力，絕不辜負您的期望。你們加油！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教授你們一些謀生的技藝罷了。至於其他方面，則需要你們自身有奮發圖強的意願方能成事。遵命，妾身等定当全力以赴，請假休息。来，让我来為大家引薦一下。站在我身旁的這位佳人，乃是我的至交好友柳如媚。別看她年歲與我相仿，但其醫術之精湛，堪稱為神醫在世。見過柳姑娘。諸位姑娘紛紛施禮問候。原來這便是許東家的閨中密友呀，果真同許東家一般才華出眾，令人敬仰呢。好了，你們先去忙吧，我帶如媚四處逛逛先。是，許東家，奴家們先行告退。眾人恭敬地離開，把空間留給這兩個許久未見的好姐妹。看來你在古代混得風生水起啊！你也不賴呀，都要當王妃了。你還是皇上的妃子呢，又和皇上一起做生意，你這經商天賦啊，着實令人欽佩。有了皇上作為後盾，事後想必無人再敢前來滋事擾局了。哼，他也就這點還算不錯罷了。後宮佳麗眾多，你可有什麼盤算？俗話說，多得過初一，躲不過15。如媚，你幫幫我吧，給我弄些能立刻引發月事的藥物。我實在不願意侍奉寢宮，那狗皇帝身邊美女如雲，我擔心會染上疾病。若是恰逢生理期，他總不至於還要強行與我行房吧？這個沒問題，但是這也不是辦法。
你总不能1個月30天都來大姨媽吧？哎，先用着呗，能躲一段時間是一段時間，反正我就是不想侍寢。給你，這藥吃下後5分鐘就會來大姨媽，但你別吃太多，畢竟是藥3分毒，吃多了可能對你以後的身體不好，會導致經期紊亂的。我知道，我會根據實際情況使用的。不過你居然把這種藥隨時帶在身上啊！實不相瞞，我的實驗室也跟我一起穿越過來了。什麼？你的實驗室也跟着過來了？這也太厲害了吧！是啊，我終於可以在這古老的時代大顯神威，一展拳腳了。其實不怕你笑話，我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空間，但是裡面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化妝品，所以呢，我打算利用這個優勢開一家美容院了。真不錯呀，看來我們都是命運眷顧之人呢。可不是嘛，如今咱倆得以重逢，卻不知雲峰此刻究竟身處何方，更無從知曉何時才能再度與他相見。是啊，我也非常想念他呀，真希望他一切安好，事事順利。遙遠的邊疆關隘之上，廖於芳正全神貫注地指導一群女兵進行激烈的格鬥訓練。灵一，你難道沒吃飯嗎？怎麼出拳軟綿綿的，像棉花一樣？此刻的廖雲芳化身為嚴厲無比的教官，緊緊盯着眼前的學員們。軍師，我擔心傷到靈兒呀。出手必須兇狠果斷，落腳更要穩健扎實。你們要將彼此視為真正的敵手去戰鬥，在這個瞬間，你們就是彼此的敵人。對敵仁慈手軟，那麼下一刻橫屍沙場的很可能就是你們自己。重新開始吧，誰敢再有絲毫猶豫不決，立刻淘汰出局。廖雲芳的話如同驚雷般在空氣中炸響，充滿了威嚴與力量。是軍師，是軍師。隨着廖雲芳這句話脫口而出，現場氣氛瞬間變得緊張起來。原本還心存憐憫之心的人們紛紛收起了慈悲心腸，畢竟在這場殘酷的競爭中，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輕心，誰也不願意成為那個被淘汰出局的失敗者。哈哈啊！阵阵呼喊聲和慘叫聲交織在一起。老大，老大，老大，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寧坤不見了。到底怎麼回事？你確定他真的失蹤了嗎？確定，千真萬確啊，老大。寧坤已經整整2天沒有回到軍營裡了。您也知道，雖然寧坤平時有點混，但他絕不是那種膽敢違背軍規、擅自離營長達2日之久的人吶。擅自離營長達2日之久的人吶。那可如何是好？有沒有派人出去尋找？有，右先鋒大人已經親自率領一隊人馬前去搜尋了。今天的特訓就暫時先到這裡吧，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自由安排後續的訓練。遵命，軍師。這地方除了山還是山，寧坤很可能已經進入山區了。我和你們一同前去尋人。好的，老大，一切聽從您的指揮。於是廖於芳帶着一眾小弟一行人開始踏上尋找寧坤的征程。他們穿梭於山林之間，小心翼翼地前行着，希望能夠盡快找到失蹤的寧坤。寧坤，寧坤，寧坤！此起彼伏的呼喊聲在山路上回盪着，此起彼伏的呼喊聲在山路上回盪着，聲音由遠及近，越來越清晰。一群身着鎧甲的士兵正邁着堅定而匆忙的步伐，一邊走一邊高聲呼喚着這個名字。他們神情嚴肅，眼神中透露出焦急與擔憂。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斑駁的光影，映照在士兵們疲憊而堅毅的臉龐上。胖虎，你們那一組有沒有發現寧坤留下來的任何蛛絲馬跡啊？只見胖虎無奈地搖了搖頭，表示一無所獲。一旁的六子臉上滿是憂慮之色，他憂心忡忡地說道：
真不知道宁坤現在到底怎麼樣了，會不會遇到什麼危險呢？眾人聽了這話，心情愈發沉重起來。這時九雲站出來安慰大家道：各位不必太過擔心，宁坤一向運氣很好，我相信他這一次也一定能夠化险为夷，平安無事的。你還好嗎？受傷了沒？无妨，我還能撐得住。你先鬆開我，我有些喘不過氣了。哦，這家伙莫不是把我抱上癮了吧？易水寒，我們此次前來可是為了尋找寧坤，你能否先起身，處理正事要緊啊。那是否待尋得寧坤之後便可怎樣？我可從未答應過你任何事情，不要亂想。可我此刻的腦海之中，竟是前些时日所見你那赤裸身軀的迷人風姿，叫我不知該如何是好。言語之間滿是陶醉之意。原來數日前的一幕早已深深烙印在易水寒心頭，令他久久無法忘懷。雲芳，我心悅你，做我的將軍夫人可好？做我的將軍夫人可好？我們可以先談談戀愛。談戀愛是何物？本將軍從未聽聞過此詞啊。談戀愛呢，就是兩個人相互喜歡，彼此了解的過程。在這個階段裡，我們會一起經歷許多美好的事情，分享喜怒哀樂，增進感情。但這並不意味着立刻就要成親哦。原來如此。那豈不是說此時此刻你我便是未婚夫妻之關係？你若非要這般形容，倒也未嘗不可。那好，待到這場戰爭結束之時，便是我們回京成婚之日。我已迫不及待想要與你共度餘生，攜手走過每一個美好的時刻了。我已迫不及待想要與你共度餘生，攜手走過每一個美好的時刻了。此事暫且擱置一旁吧，畢竟當務之急乃是找到寧坤。好。易水寒滿含眷戀地緩緩鬆開了懷中的廖雲芳。廖雲芳起身，從隨身攜帶的空間中取出一把小巧玲瓏的手電筒。你手中這件東西簡直比火折子明亮太多了呀。那是自然，它可是我從家鄉帶來的珍寶呢。你的老家在哪裡啊？等戰爭結束，我與你一同回去，順便向你的家人提親。回去？我還能回到那遙不可及的故鄉嗎？它如天邊的星辰，早已成為我無法觸及的回憶了。你的家鄉很遠嗎？待打完仗，我定會陪你回去。你的家鄉很遠嗎？待打完仗，我定會陪你回去。無論路途多麼遙遠，我都會陪伴你。然而易水寒無從知曉，廖雲芳來自遙遠的未來，2000年後的 Z 國。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雲芳，將軍府就是你溫柔的港灣，而我就是你的至親家人，我將永遠為你遮風擋雨。廖雲芳的淚水如決堤的洪水般奔湧而出，她的哭聲像斷了弦的琴音，淒慘而哀傷。真抱歉啊，讓你看到我這副狼狽的模樣，還看了這麼久的笑話。千萬別這麼說。其實能夠在我面前如此真實地展現出你內心的情感，對我而言反而是一種殊榮啊。這裡有塊凸起來的石頭。易水寒心中一喜，伸手輕輕地按了下去，石門忽然緩緩打開了，一股陳舊腐朽的氣息撲面而來，而在石像周圍則堆滿了數不清的金銀珠寶。這裡居然有寶藏！哎呦，這是真的黃金！哎呀，發財了！人沒找到，卻意外發現了一座小寶庫。這麼多的財富，加起來恐怕足夠整個西北大營的人揮霍一輩子了吧？如果能把這些財寶帶回營地，
就好了呀。想到这里，易水寒决定先将这个好消息告訴其他人，再想辦法把這些財寶運回去。呵呵，我竟不知你還是個小財迷啊！呵呵，我竟不知你還是個小財迷啊！有誰會不喜歡銀子呢？世間之人大多愛財罷了。若我欲將此寶藏獻於聖上，納入國庫，以濟蒼生，你可應允？既然你決定將這些財寶奉獻給國家庫房，那我倒並無異議。但能否稍微留給我一部分呢？其實我要的並不多，只要留下10幾根金條即可。畢竟我現在手頭確實拮據，沒有銀兩傍身啊。好，那麼你不妨再看看這裡面的其他首飾，若有喜歡的，便挑選幾件留下來吧。不了，我只喜歡黃金。沒問題，只要你喜歡，這日後我所有的俸祿都會交由你來掌管。這日後我所有的俸祿都會交由你來掌管。好啊！就在這時，突然傳來啪的一聲脆響。誰？是誰在那裡？給我出來！將軍，是我。伴隨着一陣輕微的響動聲，應坤小心翼翼地從那座巨大的石像背後探出頭來，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絲緊張和不安。應坤，竟然真的是你怎麼會在這兒？末將前2日上山尋找山雞時，一路追隨他們來到一個山洞之中，但不幸的觸碰到了洞內隱藏的機關陷阱，結果便失足墜落至此。那麼為何方才你卻一言不發？末將一時不慎昏睡過去了。這個寧坤膽子真是夠大的，竟然能夠在掉落深谷長達2日之後，既不積極探尋出路脫困，反而悠然自得地在此酣然入睡。你這家伙只顧自己貪嘴，竟敢私自離營上山，整整2日未曾歸來，你可知道大家有多麼焦急擔憂？將軍教訓的是，末將已經知錯了，日後若再上山，定會提前告知同伴。你如此目無軍紀，竟敢擅自離崗，此番歸營就罰你清洗1個月的臭襪子吧。不要啊，將軍，怎麼又是洗襪子呀？難道我前世跟襪子結下了什麼不解之仇不成？不僅美味的山雞沒能吃上，反倒遭受這般責罰，我真是命苦啊！老大，你一定要救救我呀！我實在不想去洗那些臭烘烘的襪子呀！放手！難道你連爪子也不想要了不成？將軍，能否請你換一種懲罰方式呢？不行。應坤不禁暗自嘆息一聲，心想自己恐怕真的與這襪子八字不合。將軍，屬下斗膽請求，能否也給我幾根金條呢？自己挑幾樣去。多謝將軍。這些日子以來所受的委屈，似乎在此刻終於得到了一絲絲慰藉。應坤興奮地走到寶庫前，目光掃過一排排璀璨奪目的寶物。你在這兒可有發現出口？末將慚愧，並沒有發現任何出口的跡象。哼，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本將軍看你分明就是被這些黃白之物晃花了眼睛，根本就沒有用心去找出口。冤枉啊，將軍！末將對天發誓，確實已經認真尋找過出口了，可實在是一無所獲呀。就算末將真的被這些財寶迷住了雙眼，但總要先保住性命，才能享受它們吧。若是找不到出口，末將就只能被困在這個藏寶洞中，坐以待斃了呀。你就別再責罵他了，畢竟如果他真的找到了出口，又怎麼會在這裡睡着呢？廖雲芳的視線不由自主地朝着那2尊石像望去，
心中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揮之不去。好吧。对於未來夫人所言，易水寒自然不敢有絲毫違背之心。易水寒，你快過來看看這石像的眼睛，他似乎正在淌血呢。廖雲芳全神貫注地凝視着眼前的石像，輕聲呼喚道。聽到他的聲音，易水寒應聲而至，快步走到廖雲芳身旁。讓我瞧瞧。军师，你可別逗我了，石像怎麼會流血呢？這簡直就是無稽之談嘛！啊，娘啊，那個石像竟然在笑，真的是太恐怖了。這山洞着實有些怪異，如此之多的金銀珠寶藏匿於此，卻未曾被帶出洞外，恐怕是進來容易，要想出去，怕是難如登天啊！老大呀，咱們該不會命喪於此吧？閉上你那張不吉利的烏鴉嘴！將軍息怒，末將只是如實道出實情罷了。倘若一直無法脫困而出，困守在此洞中，又無失物果腹。到頭來必定難逃一死啊！放心吧，餓不死你的。拿去吃。多謝老大關照，還是老大您待我最好。隨着食物入喉，寧坤乾癟的肚子終於得到些許慰藉，一股滿足感油然而生。吃飽了嗎？吃飽了。既然已經吃飽了，那便開始行動吧。我們必須要仔細地尋找出口。要知道，世間萬物皆有其規律，相互依存，相互克制。既然有人能夠精心設計這些機關困在此處，那麼必定存在着某種出路。只要我們用心去觀察和思考，定能找到破解之法。是，將軍。如果末將有幸找到了出口，是否可以將此次功勞用來抵消之前所受的懲罰呢？比如說，免去末將洗襪子的責罰。也罷，本將軍一向是賞罰分明。若你真能找到出口，自然會酌情考慮減輕對你的懲處。哈哈，多謝將軍開恩，末將立刻前去尋找出口。說罷，他興高采烈地轉身開始四處摸索，希望能盡快找到離開此地的通道。三人在石壁前仔細尋找着線索，但經過一番努力，仍然一無所獲。這石壁看上去渾然一體，完全沒有任何破綻呢。我們怎麼可能找到出口的機關呢？廖雲芳並沒有放棄，他將目光再次投向那兩座石雕像。可是，這兩尊石像到底有何古怪之處呢？你不覺得他們有些奇怪嗎？老大，將軍，我膽子比較小，你們可千萬別嚇我呀！然而，廖雲芳並未理會寧坤的話，他深吸一口氣後，毅然伸出手，輕輕按壓在其中一座石像的眼睛處。原來開關真的就在這裡，走，咱們過去瞧瞧。老大，你可得護着點我呀，我這心裡直發毛呢。寧坤像只受驚的兔子一樣，緊緊地貼在廖雲芳身後。哼，別貼着軍師，你個大男人膽子咋就這麼點啊？居然還敢一個人往山上跑！我這也不是被蟬蟲勾引的嗎？你還有臉提這事兒？行了，都先別吵了。這洞穴瞅着怪嚇人的，大家還是多加小心吧。好。好。他難道真的不怕被寧坤誤會成有斷袖之癖嗎？他的舅舅難道真的就這樣被那位冷酷無情的將軍給拋棄了不成？想到此處，寧坤不禁為自己那可憐的舅舅感到一陣揪心般的疼痛。可憐的舅舅啊，外甥真的太心疼你了。放心吧，舅舅，待到日後時機成熟之時，外甥定竭盡全力
也要替你尋找一位溫柔賢淑、善解人意的舅母回來，以慰藉你那顆受傷的心靈。別怕，有我在。我不怕。這都什麼時候了？將軍和軍師還有心情在這個破山洞裡談情說愛，卿卿我，也不考慮一下我這個孤家寡人的感受。越往裡走，周圍的氣氛越發壓抑凝重。越往裡走，周圍的氣氛越發壓抑凝重，仿佛有無形的危機潛藏其中，令人毛骨悚然。好濃的血腥味啊！確實濃郁。膽子這麼小，等出了這個地方，一定讓軍中的兄弟們好好訓練一下這個家伙。當兵豈能這般膽小如鼠，簡直丟死人了。就在這時，一個低沉的男聲響徹洞穴：歡迎各位來到極樂洞。眼前的景象令廖雲芳胃部一陣翻涌，他忍不住当场呕吐起来。雲芳，你感覺怎麼樣？不太好，親眼目睹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衝擊實在太大了。姥姥，你看那個小白臉，長得細皮嫩肉的，肉質肯定非常鮮美。要不我們今天就把它給宰了吧？